我辛辛苦苦伺候儿媳坐月子，儿子却用英语说我没边界感。住过来半年，除了碍眼什么都帮不上。还是我妈好，体面优雅懂分寸，不像你妈，一身油烟味。她就是农村里养鸡养鸭的，跟你妈不是一个层次。两个人说完，还互相看着笑。我端着汤，站在原地，半天没动。桌上的翻译软件还亮着，那几行字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套房子是我买的，车是我买的，林薇怀孕吃的燕窝海参是我寄的，月子中心3万8的定金也是我付的。这半年，我从老家跑来城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，连睡觉都睡书房的折叠床。结果到了他们嘴里，我成了没边界感的乡下保姆。小时候陈志远发高烧，我抱着他跑3里地去卫生院。上大学，我卖了2批猪给他交学费。后来他在城里立足，我把一辈子积蓄掏出来给他付首付，添了车。房本暂时写的我的名字，但我跟他说过等孩子出生就过户。妈，这房子早晚是我的，您那名字就是个手续。我也信了，当然房本你拿去都行，妈不计较这些。他回头就跟林薇说，老太太软得很，房子已经是咱们的了。原以为儿子结婚生子，我能帮一把是一把，现在才知道，在他眼里我是个土里土气、随叫随到，还得自带钱的老保姆。你妈不会以为自己很伟大吧？其实我们都快被她烦死了。等我丈母娘来了，就让她学什么叫高级感。高级感3个字像针扎进我心里。我早上5点起床熬粥炖汤，洗衣烫被，忙得脚不沾地。他妈呢，上午来了半小时，拎盒车厘子，拍几张照，发个朋友圈就走了。评论一片都夸雅琴姐真会疼女儿，花的是我的钱，出的是我的力，功劳全成了她的。原来他们天天在家里说英语，不是工作习惯，是故意防着我听懂。我以前还傻乎乎跟着笑，怕冷场，现在想想，真是想抽自己一巴掌。妈，汤凉了去热一下。我没动，我月子里不能吃凉的，我还是没动。妈，叫你呢。我低头看了眼翻译软件，直接把手机举了起来。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看见了。空气一下安静了。陈志远皱着眉，问我为什么偷听他们说话，当着我的面骂我，还好意思还说我偷听。夫妻之间说点私房话，拿翻译软件看不合适，这是隐私，你怎么一点边界感都没有？边界感又是边界感。我送水果叫没边界感，问他吃不吃得惯叫没边界感，半夜听孩子哭起来看看也叫没边界感。可他们花我的钱，住我的房，开我的车，理直气壮，这时候怎么不讲边界感了？行，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妈，你别闹，微微刚生完孩子，我给你们买房买车掏钱订月子中心跑来伺候你老婆，你背地里骂我乡下保姆，现在你说我闹。妈，你确实管得太多了。怀孕6个月，她想吃酸菜炖粉条，我拎着菜坐2个小时车送过来，半夜腿抽筋，我给她按到凌晨2点。现在她坐在我买的餐桌前，喝着我炖的汤，说我管得太多。你来了是应该的，别动不动翻旧账。应该的3个字，把我脑子里那根线啪的崩断了。我伺候他们是应该的，掏钱是应该的，受气也是应该的，就因为我是当妈的。我看着一桌子菜，红烧排骨、清蒸鲈鱼、鲫鱼豆腐汤、青菜蒸蛋，每一道都是我做的。他们一边吃着，一边骂我低贱老土，我越想越恶心。下一秒，我双手抓住桌边，猛地一掀，哗啦一声，盘子碗筷砸了一地，汤洒的到处都是。林薇尖叫，陈志远一下站起身喊：妈，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，被你们逼疯的。嫌我没边界感是吧？那我现在就给你们边界感。妈，你有病吧？一把年纪了，能不能别这么丢人？地上都是汤，你想烫死我吗？我冷眼看着他们，心里只剩2个字：活该。我把手机往他面前一举，问他到底谁丢人？谁让你用翻译软件偷听了？夫妻之间总有些话不方便让老人听，你这样真没分寸。原来你们还知道不方便让人听，那你们别当着我的面说啊！你不懂城里的生活方式，很多事做的也不合适。你总进我们房间，我进他们房间，每次都是送饭、收衣服、擦地、拿尿布，没一次空手。可你都不敲门。你怀孕8个月那次半夜吐的起不来，是谁听见动静冲进去扶的？我那会儿要先敲门等你同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林薇噎住，你帮那点忙，也就是做饭洗衣服，谁家老人不这样？做饭洗衣服，他说的真轻巧。林薇吃的叶酸燕窝海参是谁买的？孩子的奶瓶推车婴儿床是谁掏的钱？酒柜里那几瓶茅台红酒是谁给你招待领导的？月子中心3万8的定金是谁付的？你脚上那双鞋，车里的加油卡，书房那张办公椅，哪样不是我给你添的？我每说一句，陈志远的脸就沉1分。这半年早上5点做饭，深夜照顾林薇，你领导来家吃饭刷碗拖地，一家3口的衣服连孩子的口水巾，哪件不是我洗的？我要是保姆，你们至少还得给工资吧？可我不光没工资，还得倒贴钱。
最后一句落下，屋里彻底安静了。你是我妈，算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我看着她，心彻底凉了。就因为我是她妈，我的付出不值钱，钱不值钱，时间不值钱，辛苦也不值钱。只要冠上一个妈字，就该无条件奉献。我刚生完孩子，你现在翻旧账有意思吗？妈微微坐月子，你别逼她。我逼她什么了？是我让她骂我臭，还是我让你骂我下等？行了，这是翻篇，你把地收拾了。下午月子中心的人要来，我都听愣了。他骂完我，让我把残局收拾了，再继续伺候他们去月子中心，真把我当丫鬟使唤了。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围裙，这是我来城里时林薇递给我的。妈，以后厨房就辛苦你了，你做饭比阿姨好吃。我那时候还挺高兴，觉得儿媳把我当一家人。我慢慢把围裙解下来，往地上一扔，这活我不干了。陈志远一愣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既然你觉得岳母体面优雅，懂边界感，那就让她来伺候林薇坐月子。反正我这个乡下保姆配不上你们家的高级生活。林薇说，妈你别说赌气话。我说这不是赌气，是成全你们。陈志远急了，说你现在走，薇薇刚生完，你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？我笑了，说你都不怕你亲妈寒心，我还怕别人说你。我转身往书房走，这半年我住在书房，主卧是他们的，次卧给林薇他妈留着，她一个月住不了2晚，房间却必须空着。我提过一次想换单人床，陈志远说，妈你先克服一下，薇薇妈妈讲究多，次卧不能乱。那一刻我就该明白，在这个家，我连亲家母空着的床位都不如。外面传来林薇拔高的声音，问我会不会真的走。陈志远压着火说，别管他，他每次都这样，闹一闹就软了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在他眼里，我这些年的让步不叫包容，叫好拿捏。他以为我还会和从前一样，骂2句哄2句我就继续伺候，这次不会了。我拉开行李箱，把衣服一件件塞进去，然后拿起手机，直接拨通月子中心的电话。我说，我是陈志远家属，之前订的月子套餐现在要退，客服提醒定金只能退一部分。我说能退多少退多少，总比继续砸在白眼狼身上强。挂了电话，陈志远冲到书房门口，声音都变了，问我是不是真把月子中心退了。我头也没抬说退了。他推门进来说，那是薇薇坐月子的地方，你说退就退。我说花我钱订的，我当然说退就退。他抓了抓头发，说你能不能别揪着这几句话不放。薇薇情绪不稳，这样会影响她身体恢复。我说那让他妈来照顾，你不是天天夸他妈体面优雅吗？陈志远脸色更难看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说话，因为林薇他妈根本不会来伺候月子，她只会在朋友圈里发图。昨天是鲜花下午茶，前天是新做的头发丝巾，再往前是商场里的精致自拍，文案写着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更要活得体面。评论区一堆人捧她，夸雅琴姐气质好，夸女儿有这样会生活的妈妈。可林薇怀孕7个月腿肿得厉害，是我半夜给她按腿。他妈第2天中午来，穿着高跟鞋喝了杯花茶，拍张合照，配文写着照顾女儿要从情绪价值开始，底下又是一堆夸。没人看见厨房里满手油的我，阳台上晾衣服的我，深更半夜抱着盆给林薇接呕吐物的我。陈志远都看见了，可他还是更愿意夸岳母，因为人家会打扮，会说话，会端架子，站出去别人就觉得他高级。而我呢，头发随便一扎，围裙一系，手上还有洗不掉的村口，我做的再多也不体面。我正想着，手机忽然震了一下，是朋友圈提醒，苏雅琴刚发了一条照片，里她坐在咖啡店，戴着一只金镯子，手边是花和咖啡，文案写着儿媳就像女儿，值得被宠爱。林薇秒赞，还评论说妈妈最好，您才是真正会疼我的人。我盯着那只金镯子，火一下就上来了。那镯子是上周我掏的钱，当时我陪林薇去给孩子买长命锁，她站在柜台前一直盯着那只镯子看，让我试了好几次，手腕都勒红了。我还以为他是想买来送我的，结果付款的时候他说，妈你先一起结了吧，我回头转你。我信了，现在看来转个屁，那镯子早戴到他妈手上去了。我把手机递到陈志远面前，说这镯子也是我掏的钱。他扫了一眼，皱眉说，不就是个镯子，微微孝顺他妈有什么问题？我说他孝顺他妈我没意见，可他拿我的钱去孝顺，还要踩着我立人设，这叫没问题。陈志远张口就来说，你是婆婆，她是岳母，本来就不一样。我逼问哪不一样，他顿了一下，说人家有分寸，不会像你一样什么都插手。这句话把我最后一点念想也打没了。原来岳母什么都不做叫有分寸，我把家里里外外撑起来叫爱插手。我冷笑一声，拉起行李箱往外走。经过客厅时，林薇坐在沙发上喂奶，看我出来故意叹了口气。我妈不过戴了个镯子，你就要闹成这样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和我妈关系好，什么事都能往吃醋上扯？你跟你妈关系好我祝福，
可别拿我的钱去演母慈女孝。林薇脸一白，立刻委屈上了。陈志远压着怒气：志远，你看他说的什么话？妈，你够了，把月子中心恢复，把朋友圈那些有的没的删了，咱们还能当没发生过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又响了。他看了眼屏幕，脸色又是一变，扭头就要往阳台走。林薇这次没再装，直接说了一句：你那个人又找你了。陈志远脚步一顿，回头瞪他说闭嘴，然后还是端着手机走了。我看着林薇，她端着碗低着头，没敢接我的眼神，我都听笑了，说还能当没发生过？你是真把我当傻子。我转身就走，刚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。这房子我掏的首付，装修差的钱也是我补的，但为了儿子的面子，房本先放在了我这里，还没加他们名字。我一直想着等孩子出生再办手续，现在看幸亏没办。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。对了，再提醒你们一句，月子中心我已经退了，房子的名字也不是你们的。说完，我拉开门，陈志远突然冲上来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没理他，直接走出去。电梯下行时，我拿出手机又拨了个电话，中介，我有套房，准备出手。我刚出电梯，陈志远追下来，林薇也跟着，一手扶腰，一手扶墙。他一把拽住我的箱子，压着嗓子问我，非要把事情闹到外面来吗？是我闹，还是你们逼我？你是想逼死我吗？又是这套话。我儿子坐在餐桌前骂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不会逼死我？你们怎么过是你们的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生活自己负责。陈志远还想抵赖，问我什么时候花他钱了。我直接掰着手指头数，首付120万我出的，装修20多万我补的，车30万落地我买的，婚礼彩礼你拿不出来是我撑的，林薇的营养品产检红包月子中心哪一项不是我付？你领导来喝的茅台红酒都是我买的。现在你问我什么时候花我钱了，我每说一句，他的脸就难看一分。旁边邻居探头看热闹，他最爱面子，脸上挂不住，可还是不认。他说父母帮衬子女不是应该的吗？我问那你岳母怎么不帮衬？陈志远一噎，林薇立刻说我妈跟你不一样，她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像你天天围着儿子转。我真想鼓掌。好啊，她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她体面优雅。我围着你们转，洗衣做饭花钱出力，就成了老土下等。合着你们这家规矩是谁不干活谁高贵，谁伺候人谁犯贱。林薇脸都青了，说妈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我笑，说我再难听也没你们背地里骂我臭骂我脏骂我像保姆难听。陈志远被我逼得火起，直接冲我吼，哪家老人不为儿女做贡献，就你最会算计。这句话把我彻底点炸了。我一步上前说对，我就是要算。你住我买的房，开我买的车，花我给的钱，吃我做的饭，还嫌我低贱老土，我凭什么不能算？你说你岳母体面，那你让她来给你出房钱出车钱，订月子中心做饭洗衣守夜带孩子啊？她不干，你就知道来压我，就凭我是你妈，你们把我当什么？提款机、老妈子，还是花钱还不能有脾气的冤大头？楼道里更安静了，陈志远涨红了脸，咬着牙说你非要这么不给我留脸。我说脸是你自己丢的，不是我给你丢的。林薇又掉眼泪，哽咽着说志远我头晕。陈志远扶住他，回头瞪我说你满意了？薇薇都被你气成这样了。我懒得再说废话，我说最后一遍，要么你们自己请月嫂请保姆，要么让你们最看得上的岳母来照顾，总之我不伺候了。我拖着箱子转身就走，刚走到单元门口，迎面就碰上了苏雅琴。她穿着长裙，头发刚做过，拎着一束花，踩着小高跟，一副刚从商场出来的样子。看见我拉着箱子，她愣了下，嘴角带着看不起的笑，说不是我说你啊，乡下人就是不会安排，去月子中心伺候人换洗衣服，每天拿回来洗就行了，哪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？你这样显得多没见识。我本来就一肚子火，他今天手上戴着那只金镯子，亮得刺眼，就是我出钱买的那只，他还故意把手抬得高高的，像生怕别人看不见。我盯着那镯子，忽然笑了，他被我笑得一愣，问我笑什么？我往前走了一步，说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觉得你说的对。他挑眉，说对吧？我这都是为你们好。我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他脸色一变，问我干什么？我攥紧他的手，盯着那只金镯子，声音一点点冷下去。我说既然你这么体面，那就先把我花钱买的镯子还给我。苏雅琴尖叫一声，手腕往回缩，可我这回没让她。我攥着她的手，另一只手直接去撸那只金镯子。她平时养尊处优，手细，镯子卡得正好，可我下了狠劲，硬是往外拽。她喊疼，喊让我松手，还冲陈志远喊你妈疯了。楼道里的人都被惊动了，陈志远和林薇也冲了出来。林薇扶着门框，问妈你抢我妈东西干什么？我一边拽一边冷笑，说抢，这是我出的钱，什么时候成她的东西了？苏雅琴拼命甩手，说那是微微孝顺她的礼物，你一个当婆婆的也好意思和亲家计较？我手上没停，
说你不是最体面吗？最优雅吗？最讲边界感吗？那你就别拿我的钱，戴我的镯子，发朋友圈装好吗？话音刚落，镯子被我一下撸了出来，苏雅琴疼得直吸气，手腕都红了一圈。我把金镯子攥在手里，心里压了半年的那口气终于出去了点。陈志远的脸已经黑透了，喊妈，你当着这么多人面抢东西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我把镯子装进兜里，抬头看他，说丢人？我花钱买的东西我拿回来，丢什么人？真正丢人的是你，拿着亲妈的钱给岳母撑脸，转头还嫌亲妈土。林薇发抖，说你太过分了，那只是个镯子。我笑，说只是个镯子，那你让你妈自己花钱买啊？你不是天天说她高级有品位会生活吗？一个镯子都得靠我结账，她高级在哪？苏雅琴张嘴就骂，说你这种乡下女人上不得台面。对，我乡下上不得台面，那你这么高贵怎么还带我买的东西？你既然嫌我土，以后别用我1分钱。我说完，转身拖着箱子就走。陈志远追到楼下，脸色铁青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说你今天要是走了，以后别想让我给你养老。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他，这话他终于还是说出来了。以前他再不耐烦，再看不起我，表面上还装一装，今天彻底撕破脸了。我说你这种儿子，白送我都不要，还养老，你先把自己养明白吧。林薇抹着眼泪拱火，说志远你别求他了，他就是故意闹，他看不得我妈对我好。我懒得再听，拖着箱子出了小区，拦了辆车去高铁站。上车后，我摸出手机，把月子中心退单短信截图保存，又看了眼银行卡余额，退回来的定金不多，但总比没有强。这几年我给陈志远花钱花得太顺手，首付、婚礼、车子、补品、月子套餐，一笔一笔往外掏，连眼都不眨。我总想着儿子在城里不容易，当妈的能帮就帮，现在想想，我那不是帮，我是把自己活成了他们全家的血包。车到高铁站，我刚下车，陈志远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我按了接通。他一开口就是质问，问我跑哪去了，赶紧回来。微微哭了一路，孩子也在哭。我拖着箱子往候车厅走，语气平平，说哭了就哄，孩子哭了就抱，这点是你们不会。陈志远声音变了，说妈你别过分，把月子中心退了又离家出走，让亲戚朋友怎么看我？我听笑了，到这时候了，他在乎的还是别人怎么看他。我说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给你丢脸了，以后你的日子你自己过。广播响起，开始检票。陈志远愣了，问我在哪。我笑了笑，说我在回家的路上。你不是嫌我没边界感吗？那我走远点，给你们足够的边界。说完直接挂电话，把他拉黑，把林薇也拉黑。手机一下清静了。我上了高铁，靠在椅背上，可刚坐稳，手机又亮了，苏雅琴发来的语音。我点开，她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争风吃醋，真够丢人的。微微坐月子，你赶紧回来把饭做了，孩子哭个不停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做美容，哪有空一直待着。我听完直接气笑了，他还真把自己当贵客。我一个字没回，直接把他也拉黑了。列车开动，我靠在椅背上，第一次觉得离开也是件痛快事。回老家3个小时，我看着窗外，没掉一滴眼泪。有些人不值得，有些家也不用再回头。高铁到站，3个老姐妹在出站口冲我招手，手里还捧着一束花，笑得比谁都热闹。我一看到他们，鼻子就酸了。这半年在城里，我活得像个影子，忙得团团转，没人拿我当回事。现在一出站就有人接有人念，心口那股憋了很久的气一下散了不少。他们说走，带你吃铁锅炖去，今天不提糟心事。到了饭店，锅一上来热气腾腾，我拿起筷子才发现自己这半年都没正经吃过一顿舒心饭。在陈志远家，林薇说坐月子不能闻重味，家里天天炖的寡淡，我硬着头皮吃。现在酸菜大鹅粉条一上桌，闻着都觉得踏实。老姐妹给我倒了杯白酒，说喝点压压惊。我一口下去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不是酒辣，是委屈。酒过3巡，我把这半年的事断断续续说了。说到陈志远用英语骂我，3个老姐妹都气得拍桌子，骂这个儿子真白养了。我苦笑着没接话。以前我总觉得陈志远只是年轻爱面子，等他成了家就会懂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不是不懂，是他根本没把我当回事。正吃着，手机响了，是视频，来电人陈志远。我走到店门口按了接通，镜头一亮，是一张黑脸。他站在厨房里，身后乱成一团，水池里堆着碗，灶台上还有没刷的锅。他第一句不是问我累不累到没到，是质问我是不是真回老家了。我淡淡回他，不然呢？林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头发乱着，怀里抱着哭得脸通红的孩子，问我怎么这么狠心。我看见孩子心里还是揪了一下，但下一秒陈志远又把我拉回来。他说我把月子中心退了，家里没人做饭，让我赶紧把套餐重新订上，再买明天最早的票回来。那口气像在通知下属，我都听乐了，说你求人就这么求。
他愣了，脸更黑，说谁求你了？我是告诉你别闹过头。我真是开了眼，合着他打视频不是认错，是来下命令的。我说陈志远，你听好了，月子中心不会重新定，我也不会回去，你们自己的老婆孩子自己照顾。那边一下安静了，几秒后林薇尖着嗓子喊，说你是不是看我妈给我订了花和水果，心里不平衡了？我差点笑出声，到这时候了，他还以为我是吃他妈的醋。我说你妈给你订花，那你就让她守夜啊，别光会拿着一束花拍照，不会冲奶粉吧？林薇脸色难看了。陈志远沉着脸说，你别阴阳怪气我丈母娘，她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像你只会围着锅台转。我说行，那从今天起咱们讲讲边界感。你不是嫌我没边界感吗？那以后他有生活，我有生活，谁也不踩谁的线，谁享福谁负责。我说完就要挂。陈志远急了，说等等，厨房堆了那么多碗衣服也没洗，孩子半夜一直哭，微微奶水也不够。我打断他说，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脱口而出说，你是我妈。我笑了，说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妈。说完直接挂断。回到桌边，3个老姐妹问我有没有心软，我摇摇头，拿起筷子继续吃。可第二天一早，麻烦又来了。我刚起床，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是苏雅琴那副拿腔拿调的声音。她说，桂芬啊，我这边给微微看好一家10万 VIP 月子中心了，比之前那家好10倍，你今天就把钱转给我，我马上给她办入住。我站在院子里愣了2秒，直接笑出了声。苏雅琴语气理所当然，说你不能让微微没地方去，孩子也得有人照顾，你赶紧把钱转过来，我亲自送微微过去。我握着手机，气得脑门直跳。他连地址都没给一个，连名字都没说，就让我先转10万。他不是给微微订月子中心，他是想空手套白狼骗我转账。我冷声问，那家月子中心叫什么名字？地址给我，我让中介朋友查一下。他支吾了半天，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信任，亲家母帮你办事你还要查？我说不查可以，那你让微微先去入住，凭单据我再给你打钱。他声音一下就高了，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贪你这点钱？我说咱们讲讲边界感，你既然不是奶奶，那这10万从你手里到月子中心账上，咱们边界划清楚。他在那头气得说不出话。我接着说，钱不是不能花在孩子身上，只是不会经过你的手。你想替微微订，行，你自己掏钱订，回头我按发票报销。苏雅琴瞬间没声了，接着他恼羞成怒，说10万块今天必须转给他，不然就让志远跟我断绝关系。我差点被逗乐，说你快让他断，你们一家3口加上你，谁爱断谁断。我说还有，再敢骚扰我要钱，我就把你这些话截图发你们小区业主群里，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优雅体面的苏阿姨是怎么张口就空手套白狼的。说完直接挂断，然后拉黑。世界顿时安静了。我抬头看了眼院子里的天，觉得空气都新鲜了。可我还没清静多久，下午村口就来了一辆车，门一开，陈志远抱着孩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家院门口。陈志远抱着孩子就那么直挺挺跪在门口，村里人来来往往都停下来看。他从小最爱面子，小时候挨了打都怕别人笑话，今天能跪下来说明真撑不住了。他红着眼叫了一声妈，声音很哑，像一夜没睡。孩子在他怀里哼哼唧唧的哭，脸都瘦了点。我心口还是抽了一下，这是我亲孙子，我等了10个月才盼来的孩子。我冷着脸问他来干什么。陈志远低着头说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先让我们进去。孩子一直闹，微微也快撑不住了。我没动。村里几个婶子在旁边议论，说桂芬儿子在城里混得可好了，怎么抱着孩子跪回来了？8成是有事求他妈。我当然知道他是有事求我，可问题是他求的到底是什么？我打开院门让他进来，不是心软，是孩子一直吹风怕着凉。他进屋把孩子放到炕边，孩子一落下又开始哭，他手忙脚乱拍了2下根本不会哄。他胡子没刮，眼下发黑，衬衫都皱了，看得出这几天过得很狼狈。可我一点都不心疼。以前我在他家连轴转的时候，他可没心疼过我。我坐下问他到底什么事。陈志远抹了把脸说，妈，微微不行了，奶水不够，晚上总哭，孩子也跟着哭，我又要上班熬不住，你跟我回去帮我们把这段时间顶过去吧。我没说话。果然不是认错，是来甩锅的。他跪不是因为知道错了，是因为家里没人干活了。我问他丈母娘呢？他脸色难看，含糊到他这2天身体不舒服。我冷笑说，我怎么听说他昨天还去做头发，前天还在朋友圈晒下午茶。他不吭声了。我又问，那10万 VIP 月子中心呢？你丈母娘不是说她要给你们订吗？他半天才憋出一句，他根本就没订，他是想从你这儿先把钱套出来。我就知道苏雅琴那种人发朋友圈可以，真让他掏1分钱想都别想。我明知故问，那微微这几天住哪？陈志远咬咬牙，终于低声说了实话。
她丈母娘说生的是孙女，不值当往里贴钱，让微微先住酒店，等过了月子再说。我脸一下冷了。她平时张口闭口尊重女性，疼爱女儿，结果一看是个孙女，立刻翻脸。炕上的孩子哭的嗓子都哑了，心里那口气又堵上来。陈志远见我盯着孩子，赶紧趁热打铁，说妈你最疼孩子了，就算不看我也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保证不再让你受委屈。我差点被气笑，说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拿你那张嘴，还是拿你那个只会发朋友圈的丈母娘？陈志远急了，说妈我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话一出口，我彻底明白了，他觉得自己都跪了，我就该感恩戴德，赶紧跟他回去继续伺候。我一字一句说，你跪不是认错，是因为没人给你做饭洗衣带孩子了。你不是想接我回去当妈，你是想接个不要钱的保姆回去。他脸色变了，张嘴想反驳。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林薇也来了。他披头散发抱着包进门就喊，志远妈答应了吗？一看到我眼圈一红，立刻哭上了，说妈我真的撑不住了，孩子一晚上醒7、8次，再这么下去我会死的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跟我们回去吧。他哭得很像那么回事，可我一句都不信。他受不了苦是真的，但他求我不是因为把我当婆婆，是因为眼下只有我能替他扛。我正要说话，院门外忽然传来苏雅琴的声音，说你还哭什么哭？你婆婆不就是摆架子吗？她还能真不管自己孙子？她也来了，手里还拎着个小包，妆化的挺全。她一进门先嫌弃的扫了眼院子，冲我扯出个笑，说贵芬孩子都抱来了，你就别端着了。女人嘛，当了婆婆就该有当婆婆的样子，儿媳坐月子，奶奶帮忙带孩子，这不是天经地义？我直接笑出了声，说天经地义？那你这个外婆怎么不帮？我又不是孩子奶奶。对啊，你不是奶奶，所以你能享福。我是奶奶，所以我就得出钱出力还挨骂。你别扯这些没用的。现在孩子都这样了，你还记仇像话吗？像，太像了。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谁生的孩子谁养，谁看不起我谁别来求我。你们不是一直觉得我土脏没边界感吗？那就离我远点。说完，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到桌上，抽出里面的复印件推到他们面前。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屋里一下静了，陈志远低头看着那份房产证复印件，脸一点点白了。这不可能，房子不是给我们买的吗？是我买的。你3个月前还跟林薇说，老太太软得很，房子已经是咱们的了。你以为我软到底？房本随你拿。我告诉你陈志远，从今天起，妈不软了。我愿意让你们住是情分，不愿意让你们住也没人拦得住我。林薇眼泪一下收住了，问我不会真要把房子收回去吧？那孩子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反问，你们怎么办关我什么事？苏雅琴也绷不住了，说贵芬你别把事做绝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你把房子收回去不是逼他们走投无路吗？我看向他说，走投无路，你不是最体面最有办法吗？你不是一直说城里人讲究会过日子吗？那你给他们安排啊，你不是外婆吗？你不是亲妈吗？现在轮到你出力了，怎么就不吭声了？他脸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最会在外面装好人，可真让他拿真金白银，他比谁都快躲。陈志远还想挣扎，说妈房子就算写你名字，那也是买给我结婚用的，你现在说收就收，别人会怎么说你？我真是服了，到这时候了他还拿别人怎么说压我。我说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反正不是我花着别人的钱还嫌别人土。林薇这会儿真的慌了，声音软下来，妈我承认之前是我说话不好听，可再怎么样我们也是一家人，你总不能因为一点口角就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吧？一点口角我都气笑了，你们骂我臭骂我土骂我像保姆，叫一点口角？你们住我买的房开我买的车用我买的月子中心，叫理所应当？现在我不伺候了，你们倒说我把你们往死路上逼。林薇，咱们讲讲边界感，你们一家3口的日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不是最爱说边界感吗？那从今天起，房子的边界，钱的边界，儿子的边界我也要划清楚。炕上的孩子又哭了，一声一声听得人心烦。陈志远见我看孩子，赶紧把孩子抱起来递到我面前，妈你看看孩子都瘦了，你就算生气也别拿孩子赌气。我看着那小小一团，心里还是发紧。可下一秒，门外传来2句压低的争吵声，你跟他说房子的是干什么？不是说先把他哄回去再慢慢过户吗？我哪知道他手里还有房产证复印件，我听得一清二楚，原来如此。他们今天上门不只是来求我带孩子，还盘算着先把我哄回去，等我继续当牛做马，再找机会把房子过到他们名下。真是差一点又心软了，幸好他们自己露了底。我站起身，冷冷看着他们，你们算盘打得挺响啊。林薇脸色一白，陈志远僵住了，妈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先把我骗回去继续带孩子，再慢慢把房子过户，等房本一到手，我这个老土的乡下妈是不是就更没用了？我们没那个意思，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我走到门口，直接把院门打开，都出去！你怎么能这么狠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我们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赶我们走？我不是人，你们是？你们有人味吗？我在你们家伺候半年，住折叠床，洗全家衣服，出钱又出力。你们背地里骂我，明面上使唤我。现在没我不行了，就抱着孩子上门演苦肉计。你们不是知错了，你们只是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桂芬，你别太过分，志远也是你儿子，孩子也是你亲孙子。你现在这样，以后老了别后悔。我最烦的就是这句话，老了别后悔，好像天下当妈的，只要不把命都给儿女就是罪过。我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早点看清你们，还是后悔没早点把钱攥回自己手里？陈志远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不想听了。我直接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拨通中介的电话。那套城里的房子尽快挂出去，价格合适就卖。听到卖房2个字，陈志远彻底慌了，扑过来想抢我手机，被我一把推开。妈，你不能卖，那是我家，那是我的房，你们不是看不起农村妈吗？那以后就别住我的房，别开我的车，别花我的钱。我指着门外，现在带着孩子滚！村里几个老姐妹这时也赶来了，堵在院门口。桂芬说的对，谁的房谁做主。白眼狼还想赖着不走了，赶紧带孩子走，别在这儿装可怜。陈志远站在院子里，脸一阵白一阵青。林薇抱着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苏雅琴拉着脸把他们往外拽。临出门前，陈志远回头死死盯着我，咬着牙：“妈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我面无表情说：“那咱们就走着看。”他们走后，院子终于安静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跟中介签了委托，卖房收车。从今往后，他们谁也别想再踩着我过日子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刚把城里的房子挂出去，陈志远居然干了件更不要脸的事。1个星期后，村长突然给我发来视频，我点开一看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家老宅门口放着一个婴儿车，车里躺着的正是我孙子。村长一边拍一边喊，问这是谁家孩子？门口连个人都没有，我手都抖了。老姐妹扶住我，看完也都骂，说这还是人干的事吗？孩子这么小就这么扔门口，这不是逼你就范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先给村长打电话，让他把孩子抱回村委会，别让在外面吹风。挂了电话，我把陈志远从黑名单拉出来，直接拨过去，响了好几声他才接。那边很吵，像是在马路边。你把孩子扔我家门口了？他沉默1秒，语气很硬。什么叫扔？那是你孙子，你是他奶奶帮着带几天，怎么了？我气得眼前发黑。我说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把这么小的孩子丢在老宅门口，你还有脸说是帮着带几天？陈志远也烦了，说那我怎么办？房子你卖了，车你要收。我和微微天天住酒店，钱流水一样往外花，孩子晚上一直哭，谁带得了？我直接骂了回去，说你带不了，你生什么孩子？你们2口子没本事，关我什么事？孩子是你们生的，不是我生的。林薇的声音冲进来，说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把房子卖了，我们会这么惨吗？你把孩子带着不就完了吗？我冷笑，以前我疼，现在我清醒了，疼孙子不等于我要给一群白眼狼收拾烂摊子。我压着火说，林薇你听好了，咱们讲讲边界感，孩子是你生的，不是我生的，婚是你结的，不是我结的，日子是你过的，不是我过的，孩子我不会接盘，谁送过去的谁自己去抱回来。要是今天不把孩子接走，我就把这事发到朋友圈，发到你们工作群，发到所有认识你们的人那去。陈志远慌了，但嘴还是硬，说你敢？我说你看我敢不敢？直接挂电话，把村长发来的视频保存，配了一条朋友圈发出去。亲爹亲妈把孩子扔回老家门口，再不来接我就报警。我特意没屏蔽任何人，他领导同事，他朋友，以前来家里吃过饭的人都能看见。发完不到2分钟，陈志远电话就轰炸过来了。我等想到第6个才接，他丫着火低吼，让我立刻把朋友圈删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你知不知道我领导也能看见？我说知道，我就是发给他们看的。那边直接炸了，说你非要毁了我是不是？我也没客气，说毁你的是我吗？把亲生孩子扔到奶奶家门口不管的人是谁？你要脸我就不要脸了。林薇在那边哭，说妈我们已经够难了，你还要逼我们丢工作吗？我说那是你的事，孩子不是我逼你生的，婚也不是我逼你结的，你过不下去别拿孩子当筹码。他哭得喘不上气，我打断他说可你是孩子奶奶啊，说我可以是奶奶，但我不是你们的退路。直接挂断，这回我连朋友圈都懒得发了，直接联系村长和派出所，把监控视频转过去。孩子还是得先安顿，但我绝不能再接手，否则他们会像上次一样，以为只要把孩子往我这里一扔，所有事就都能翻篇。当天晚上村长告诉我，派出所已经联系到林薇，让他把孩子抱走了，还警告他再有下次会按遗弃处理。我听完只说了句该，可事情远没结束。第2天陈志远发来一长串短信，说妈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不收手吗？你把房子卖了，把车收了，现在又报警，你是想把我和薇薇逼死？
你就算不认微微，也不能不认你孙子，你真会后悔的。我盯着最后那句看了2秒，直接删了。我不会后悔，真正后悔的人应该是他们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那个邻居又给我打来电话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儿子家出大事了。我儿子和儿媳最近闹得很厉害，天天在楼道里吵。前亲家母也搬过去了，3个人3天2头打起来。前2天我儿子还带了个年轻女人回来，儿媳直接把花瓶砸了。前亲家母不但不劝，还在旁边骂儿媳，说她生了个女儿还做。儿媳现在状态特别差，头发也不洗，抱着孩子站在楼道里哭。前亲家母就会在朋友圈发岁月静好，实际上啥也不管。我沉默了几秒，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挂了电话，老姐妹看我脸色不对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把话一说，他们都摇头，说活该，没了你的钱，他们果然装不下去了。其实这结果我早就猜到了。陈志远以前能高高在上，靠的从来不是他自己，是我的房子、我的钱、我的兜底。现在我把这些都收走了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村里的大群就炸了。村长在群里发了一段监控视频，我点开一看，心都凉了。老宅门口停了一辆车，林薇抱着孩子下车，左看右看见四周没人，直接把孩子放在门口，转身就上车。车开得很快，像怕被人抓住一样。群里一下炸开锅，说这不是贵芬家儿媳吗？把孩子扔门口就跑了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原来上次扔孩子不是陈志远一个人的主意，林薇也参与了。他们吃准了我会舍不得孩子，可他们忘了我更舍不得自己的命。我立刻给林薇打电话，她接得很快，像是专门等着。她说：“妈，你看见孩子了吧？你帮我带一阵，我真活不下去了。”声音沙哑，像是哭过很久。我一点都不接招，说活不下去，你去找孩子爸，找你妈，找警察，找社工都行。你把孩子扔我门口算什么？林薇崩了，说陈志远在外面找女人，根本不回家。我妈只知道骂我没本事，我现在连住哪都不知道，孩子我怎么带？我说那是你的事，孩子不是我逼你生的，婚也不是我逼你结的。你过不下去，别拿孩子当筹码，别废话，现在立刻去把孩子抱走。陈志远咬牙说：“好，我去接，但你得把朋友圈删了。”我说行，孩子接走，车钥匙也给我送回来，我就删。他说车是你买给我的，我说我买给你开的，不是买给你拿去丢孩子的。我挂了电话，村长很快回消息说孩子已经抱回村委会了，还为了点奶粉哭声小了些。我转了1万块过去，村长不要，我硬转。这是麻烦的是别人，不能让人白受累。晚上7点多，村长又发消息说孩子他爸来了，抱走了。我把朋友圈删了，不是给陈志远面子，是孩子已经安全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可我心里明白，这件事之后，我们母子之间那层皮算是彻底撕没了。第2天，中介打电话说房子有人看中了，价格压得不低，但能一次性付款。我只说了一句卖。3天后手续办完，钱到账，我当天就联系了拖车公司，把车也收了回来。中介后来跟我说，去收房那天陈志远和林薇都懵了，堵在门口不让人进。陈志远红着眼说，房子怎么能卖，我是他儿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中介直接把房本和委托书往他面前一放，说房子写的不是你，当然不用通知你。听说他当场就疯了，可疯也没用，房子已经卖了，车也被开走了。他最看不起的那个农村妈，终于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拿回来了。我和3个老姐妹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去海边住一阵。海边的风很大，太阳也好。我和老姐妹在沙滩上坐着，脚埋进沙子里，旁边放着冰椰子。这种日子我好多年没过过了。以前总想着省钱，总想着以后都留给儿子，衣服舍不得买，旅游舍不得去，连吃顿好的都觉得浪费。现在我才明白，钱攥在自己手里才叫底气。手机响了，是京市的陌生号码，对方说是我儿子之前那个小区的邻居，压低声音说觉得还是得告诉我一声。我儿子和儿媳最近闹得很厉害，天天在楼道里吵。前亲家母也搬过去了，3个人3天2头打起来。前2天我儿子还带了个年轻女人回来，儿媳直接把花瓶砸了。前亲家母不但不劝，还在旁边骂儿媳，说她生了个女儿还做。儿媳现在状态特别差，头发也不洗，抱着孩子站在楼道里哭。前亲家母就会在朋友圈发岁月静好，实际上啥也不管。我沉默了几秒，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挂了电话，老姐妹看我脸色不对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把话一说，他们都摇头，说活该，没了你的钱，他们果然装不下去了。其实这结果我早就猜到了。陈志远以前能高高在上，靠的从来不是他自己，是我的房子、我的钱、我的兜底。现在我把这些都收走了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村里的大群就炸了。村长在群里发了一段监控视频，我点开一看，心都凉了。老宅门口停了一辆车，林薇抱着孩子下车，左看右看见四周没人，直接把孩子放在门口，转身就上车。车开得很快，像怕被人抓住一样。
群里一下炸开锅，说这不是贵芬家儿媳吗？把孩子扔门口就跑了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原来上次扔孩子不是陈志远一个人的主意，林薇也参与了。他们吃准了我会舍不得孩子，可他们忘了我更舍不得自己的命。我立刻给林薇打电话，她接得很快，像是专门等着。她说：“妈，你看见孩子了吧？你帮我带一阵，我真活不下去了。”声音沙哑，像是哭过很久。我一点都不接招，说活不下去，你去找孩子爸，找你妈，找警察，找社工都行。你把孩子扔我门口算什么？林薇崩了，说陈志远在外面找女人，根本不回家。我妈只知道骂我没本事，我现在连住哪都不知道，孩子我怎么带？我说那是你的事，孩子不是我逼你生的，婚也不是我逼你结的，你过不下去别拿孩子当筹码。她哭得喘不上气，说可你是孩子奶奶啊！我打断她，说我可以是奶奶，但我不是你们的退路，直接挂断。这回我连朋友圈都懒得发了，直接联系村长和派出所，把监控视频转过去。孩子还是得先安顿，但我绝不能再接手，否则他们会像上次一样，以为只要把孩子往我这里一扔，所有事就都能翻篇。当天晚上，村长告诉我，派出所已经联系到林薇，让他把孩子抱走了，还警告他再有下次会按遗弃处理。我听完只说了句该，可事情远没结束。第二天，陈志远发来一长串短信，说妈，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不收手吗？你把房子卖了，把车收了，现在又报警，你是想把我和薇薇逼死？你就算不认薇薇，也不能不认你孙子，你真会后悔的。我盯着最后那句看了2秒，直接删了。我不会后悔，真正后悔的人应该是他们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那个邻居又给我打来电话，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儿子家出大事了。”邻居说林薇发现陈志远在外面有人了，不是1天2天，是早就搭上了。那个女的年纪不大，在她上班那个机构做行政，朋友圈里装得很文艺，天天发咖啡和英语句子。林薇翻了陈志远的手机，看到了转账，看到了聊天记录。那天晚上，他直接在酒店房间里发疯了，东西砸了一地，孩子也吓得哇哇哭。苏雅琴不但没劝，还坐在旁边说风凉话。男人在外面有点事算什么？你自己留不住人，还怪别人？你生了个女儿，身材也走样了，志远嫌你不是很正常。邻居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连我都听得火大。我知道苏雅琴现实，可我没想到她能现实到这种地步。以前我还在出钱的时候，她一口一个志远真懂事，微微真有福气。现在一看没有水了，立刻翻脸。邻居接着说林薇就跟他打起来了，扯头发摔杯子，孩子在一边哭。陈志远回来以后不但不护着林薇，还嫌她丢人，说她像泼妇。第二天林薇直接带着孩子跑去机构闹，把那女孩堵在办公室骂了一顿，陈志远工作差点丢了。我听完只觉得荒唐，他们曾经最看重的体面身份优雅，现在全成了笑话。以前是我在后面替他们兜着，出了事我补钱，生活乱了我收拾，脸面掉了我替他们撑。现在我一撤手，他们连个像样的家都撑不起来。邻居挂电话前还补了一句：“贵芬阿姨，志远那女同事是他领导的小姨子。”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。我想起饭桌上那个让陈志远脸色变了3次的电话，想起他每次都端着碗躲到阳台上压着声音说话，想起林薇最后一次冷冷地扔那句：“你那个人又找你了。”我那时候只当他是工作忙，林薇只是夫妻闹别扭，原来不是。难怪他这2年生得这么快，难怪他天天加班到半夜还笑得出来，难怪他敢在饭桌上骂我是乡下保姆。原来他踩着我的钱往上爬，还踩着另一个女人的关系往上钻。我让老姐妹的孙女远程教我怎么用网盘，这些年我攒的东西比他们想得多。给陈志远转账的截图，首付的银行流水，车子的购车发票，月子中心的退款短信，那只金镯子的购物小票，我一样一样扫描上传。我还翻出陈志远去年生日发的朋友圈，配文写着妈给的零花钱，那条我一直留着截图。最关键的是从林薇朋友圈里翻出来的合照，陈志远和领导小姨子结婚后2个月的合影，那女的搂着他胳膊笑，配文是未来的好同事。我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一个文件夹，发了3份，一份给他公司的寄件邮箱。苏雅琴几年前发朋友圈晒过和领导吃饭的合照，定位的公司官网联系页上就有那邮箱。最后一份我寄到他领导太太那里，地址是邻居告诉我的，他跟那位太太一个瑜伽馆。我让老姐妹的孙女在3份邮件里都附了一句话：这家人借着我儿子的关系上位，一边花我的钱，一边骂我是乡下保姆，请贵单位查一查这种员工的家风。邮件发出去当晚，陈志远的电话就打来了，是陌生号码。我一接通他就开骂：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我死是不是？我没说话，让他骂完。等他喘气的时候我才开口：陈志远，你拿我的钱给岳母买镯子的时候，没想过我妈妈这2个字怎么写？你跟领导小姨子搞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没想过你老婆是怎么写的。现在你被人扒出来了，又来骂我。他在那头吼：妈，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们这个家，毁你的是你自己。
我只是把你做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别人。他突然换成了哭腔：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再帮我一次，邮件你能不能撤回来？那个女的跟我没什么的，她也是被她姐夫安排的。我听了直接挂电话，把那个号码拉黑。第二天邻居就打来报信，他说桂芬阿姨，志远被停职了，说他领导的太太昨天闹到了公司，那女同事被连夜调去了外地分部，说楼里的人现在见着志远都绕道走，背地里都在传他是踩着裙带上位的。姐妹们围过来问我什么感觉，我说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这一刻终于明白，以前我以为我是在帮他，其实我是在替他遮羞。我替他遮了30多年，遮到他自己都以为他真的体面。现在我把布扯了，他光着身子站在那儿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邻居又说，林薇也知道领导小姨子的事了，他以前一直被瞒着，他现在彻底疯了，说要跟陈志远同归于尽。苏雅琴怕女儿真出事，连夜打车搬过去想压住他。我听完只说了一句，压不住的。那邻居最后说，桂芬阿姨，你儿媳现在精神状态看着不太对，你可千万别回来，她最近天天打听你的消息。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，老姐妹听完也都沉默了。她们不是替那一家子难过，是怕我心软。一个姐妹提醒我说，你现在回去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又把你拖进去。我说我知道，可我没想到，还没等我决定要不要管，警察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对方问我是不是陈志远的母亲，我心里一沉，说我是。问他怎么了，那边顿了下，说陈志远家里发生了严重冲突，让我最好来一趟。我脑子嗡的一下，问谁出事了。警察说得很简短，我儿媳林薇把她母亲推下楼了，人现在在医院，我儿子也受了伤，现场还有孩子，让我尽快过来配合。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，老姐妹脸色都变了，说这也太疯了，那孩子怎么办？你去可以，但别一个人去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点了头，不是为了陈志远，是为了孩子。再怎么说孩子没错。我连夜回了一趟京市，到了派出所，警察把大概情况告诉我。林薇这阵子情绪一直不稳，陈志远又在外面躲着不回家，他抱着孩子去找苏雅琴理论，苏雅琴嫌他烦，又骂他是乡下婆婆养出来的低门槛货。两个人在楼道里拉扯起来，陈志远赶回来后不但没劝，反而嫌林薇丢人，还说要离婚。林薇当场就失控了，推了苏雅琴一把，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陈志远想上去拦，也被他抓伤了脸和脖子。孩子被吓得一直哭，还是邻居报的警。我听完心里一阵发冷，这一切明明都不是我造成的，可又好像处处都有我曾经留下的影子。如果不是我一直拿钱养着他们，这些烂东西不会藏这么久。警察说林薇现在情绪很不稳，一直喊着要见我。我问孩子呢？他说暂时由社区和医院安置，但家属得尽快做决定。我闭了闭眼，到底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在医院里见到苏雅琴的时候，她居然第一句就是冲我发火，都怪你。她半边身子打着石膏，躺在病床上，可嘴还是硬，说要不是你撒手不管事情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站在门口看着她，忽然一点火都没有了，只觉得可笑。我说怪我，是我让你拿我钱装好人的，是我让你嫌孩子是女孩不肯出力的，是我让你儿媳快疯了还在旁边拱火的。她被我堵得说不出话，我没再理她，转身去了另一间病房。陈志远坐在床边，脸上贴着纱布，看到我进来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这是他第一次看着不像个人。他喊了声妈，我站着没动。他低下头，声音发颤，说妈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世上真心对我的只有你。我听着这句话，心里却一点波澜都没有，知道的太晚了。病房里很安静，陈志远低着头，像一下老了10岁，脸上有伤，衣服皱巴巴的，手背上还扎着针。和以前那个最在乎体面、最怕别人看见自己狼狈样子的儿子完全不是一个人。可我看着他，已经没了以前那种心疼。他哑着嗓子说，妈，我错了，以前一直觉得你做那些都是应该的，你给我买房买车，给我带孩子，给我兜底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走，我还觉得你没见识，不懂城里的规矩，和薇薇他妈比不了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真正把我当儿子的只有你。他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，要是换成从前，我早就心软了，可现在我只觉得疲惫。我问他，说完了？他抬头看我，眼里全是祈求，说妈，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孩子还小，我现在也没人能靠了，只有你。又来了，道歉到最后还是那句只有你，不是因为爱我，是因为没人给他收拾残局了。我直接打断他，说陈志远，你听清楚，我来这一趟不是为了原谅你，我是来看看孩子怎么安顿。他愣住了，脸色一点点白下去，喊妈。我说别叫我妈，你嘴里这个妈以前是用来压我的，现在出事了你又想拿她来绑我，我不吃这套了。陈志远眼泪掉得更凶，抬手就想抓我袖子，被我躲开了，说你以前不是最疼我吗？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管我了？我看着他问了一句，
你当着林薇的面骂我土、骂我脏、骂我像保姆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妈吗？你和他商量着哄我回去再慢慢把房子过户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妈吗？你把孩子扔回老家门口逼我继续替你养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妈吗？我每问一句，他的头就低1分，最后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也没兴趣再听他说什么。我转身去了医生办公室，问孩子的情况，问林薇的状态，问后续怎么走程序。警察和社区的人都在，意思很明确，林薇先做精神评估，苏雅琴短时间内照顾不了孩子，陈志远要配合调查工作保不住。眼下最麻烦的就是孩子。社区工作人员问我愿不愿意先把孩子接过去照顾一阵。我沉默了几秒，老实说，我心里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是我孙子，是我看着盼着出生的孩子。可我更清楚，只要我把孩子接过来，这一家人就会像吸血一样再次缠上我。今天是帮着带孩子，明天就是出奶粉钱，后天就是替陈志远找住处、找工作平矛盾。我这一辈子就又搭进去了。我抬起头，平静开口：我可以配合走正规程序，该办的手续办，该尽的人道责任我尽，但我不会再把自己搭进去。孩子后续如果需要监护安排，可以依法处理，该谁负责谁负责。社区的人愣了下，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静。可我不是冷血，我只是终于学会了不再拿自己的命去填别人的坑。从医院出来10天已经黑了，老姐妹视频打过来问怎么样，人没事吧？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，他们沉默了几秒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你做得对。对，我也觉得我做得对，我没有害他们，我只是停止了被他们害。后面的事走得很快，林薇被送去做精神治疗评估，苏雅琴住院，陈志远工作丢了，还得处理离婚和赔偿的事。他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，发过很多短信，有求和的，有认错的，有哭的，也有发疯骂我的，我一个都没回。最后我只让律师给他带了一句话：孩子的事按法律办，别的事别再找我。至于我自己，我把卖房的钱拿出一部分，在海边买了套小房子，不大，但够住，窗一开就能看见海。我和老姐妹继续做邻居，早上去菜市场，下午打牌，晚上散步，偶尔还去学游泳。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陈志远小时候发烧时趴在我背上，第一次拿奖状回来，结婚那天叫我妈时，我心里有多高兴。可那都是以前了，人活到这个年纪，总得认命。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，有些孩子是来要债的。我已经还了30多年，该还清了。后来社区那边给我发过几次孩子的情况，孩子被安排的还行，至少有人正规照看，不会再被谁随手扔来扔去。我看到消息时心里会酸一下，但也只是酸一下。我可以是奶奶，可我不再是他们全家的奴才。某天傍晚，我坐在阳台上看海，手机里跳出一条陌生短信，是陈志远发来的：妈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亲妈不是退路，是我把你逼走了。我看了2秒，按灭了屏幕。海风吹过来很凉快，我给自己倒了杯茶，转身回屋，有些醒悟，来得太晚，晚到连原谅都不值得了。